它这个呢，咳嗽变哮喘跟变性哮喘，它治疗有相同的地方，也有不相同的地方啊。大家都是有这个气道的视酸球粒细胞炎症，所以呢，用那个皮质激素是治疗，这个是大家是一样的啊。另外呢，就是支管扩张肌，按理来讲呢，你这个咳嗽变性哮喘呢，它没有影响到那个周围的气道，所以它也没有喘息。按理呢，这不应该用支管扩张肌。那现在大家统一都是西医的皮质激素跟支管扩张肌一起加着用啊。但有人观察了，用了那个支管扩张肌呢，它的确是能减轻症状啊。所以现在一般还是两个一起用，程度不一样，联合应用。因为两个激素，它可以增强了支管扩张肌的扩张气管的作用啊。这样扩张肌呢，可以增强那个激素的抗炎的作用，就互相有加强的。但呢，两个它程度不一样啊，所以它治疗还是有区别啊，不能完全一样。那一般咳嗽变性哮喘呢，你可以单纯去选用这个西医的皮质激素，吸入的皮质激素，这样来治疗啊。不行了，再考虑加上沙把，就是你的支管扩张肌啊。不行，还有一个呢，再看情况可以加上白山烯抑制剂。但有一些家长呢，他不喜欢、不想用激素治疗怎么办呢？然后我们可以试试白山烯激抗剂，好像圣兰林现在经常都在用的圣兰林、曼鲁斯坦这种药物啊。这个药物呢，它有抗炎的作用，也有支管扩张的作用，所以这两个家长不接受呢，可以单纯施用这个白山烯激抗剂，叫圣兰林这种药物。治疗的流程不一样啊。刚才那个有什么异同？还有这个咳嗽变性哮喘跟哮喘治疗的流程不一样啊。一般咳嗽变性哮喘，它流程到底治疗多久呢？全世界都没有一个统一啊。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在广州的播有个说是6到8周嘛，他们提出了嘛，6到8周有人提，有的人是最少要3个月，有人是最少要半年啊。但是有的人呢，治疗2年3年也有，但是治疗的时间变成典型哮喘的机会越少啊。所以到底治疗多长时间？但有一个总的概念，因为它炎症比这个哮喘轻，所以它治疗的时间应该是比这个哮喘要短。但短多少呢？现在没办法考虑。但是假如能够用一些新的检查技术，稀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检查，那是反映的气道炎症。假如那个检查慢慢由高到低到阴性了，然后你就停了，肯定是没问题，那是反映气道炎症的。还有一个碱性蛋白，那个现在整个中国都没有办法做检查。稀酸性粒细胞那个阳离子蛋白，现在广州有人试，也是没有常规的做啊。这个按照哪个来更加合理一点？那一般来讲呢，我觉得治疗呢，起码3到半年啊，而不是6到8周。因为它慢性炎症不可能一下子就下来的。你哮喘2、3年啊，而且在北方做过一个很严格的试验，很典型的哮喘，治疗了2年，很规范治疗了，治疗完什么气道反应虽然没有了，但检查的气道炎症呢，100个里面还有62个还有慢性炎症，这说明呢治疗时间越长，它反复的机会越少。这种情况呢，我们要考虑一下，到底我们这个诊断准不准确？因为按那个标准诊断呢，还是有一定那个误诊率啊，有时候甚至相当高啊。所以呢，要从头来看看，是不是真的你诊断错了啊？那就从头做检查，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啊？是不是你有没有肺炎支原体感染啦？啊，也是这样。你刚才原来你没有检查
那你没治疗，它肯定就不好了，所以你就排除其他的啊。有时候你有壁道炎啊，那老往后面滴了，它也可能治疗效果不好，所以要重新再来评价，再来诊断，这才办。